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第13季山河风物志。这一季山河的卡包是万壑争流，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赛季，因为里面有一个很实用的战斗技能。这一季藏宝阁并没有新的风物志，本季的重点是藏书楼新增的战斗技能大好山河。技能效果是使我方全体武将造成的暴击伤害提升 25%， 受到的暴击伤害降低 25%。这样一来一往的，有大好山河和没有的，双方的暴击伤害就会相差 50% 之多，这个伤害差距已经足以对胜负产生影响。大好山河的第二个优点就是泛用性高，增加暴击伤害和降低敌方暴击伤害的能力，几乎是所有队伍都通用的。所以未来大好山河也会长期占用一个战斗技能的位置，特别是灭队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好山河底下的3个风物志。第一个是南州异物志，会提升对敌方前排武将的伤害增加 14%， 和受敌方前排武将伤害时，伤害减免提升 14%， 同时也会提升对敌方全体武将的伤害增加 6%， 和使受到敌方全体武将伤害时，伤害减免提升 6%。这些也没什么好说的，都是些很普通的属性而已。第二个风物志，与共地狱图提供的也是同样性质的属性，只是对应的武将换成了后排而已。提升的是对敌方后排武将伤害增加 14%， 使受到敌方后排武将伤害时，伤害减免提升 14%， 同时也会提升对敌方全体武将的伤害增加 6%。和受敌方全体武将伤害时，伤害减免提升 6%。第三个风物志，九州风华录提供的是全体武将伤害增加 13%， 和伤害减免 13%。这3个风物志提升的都是伤害增加和减免属性，虽然前2个风物志看起来提升的属性比较多，但其实它们只是将属性都集中在了前排或后排而已。如果以6人分摊的属性来计算，其实这3个风物志增加的伤害增加和减免总量都是一样的。但若还是硬要按重要性来区分的话，最重要的应该是能提供后排增减伤的与共地狱图，因为在未来大多数的主力都会比较倾向站后排。不过主力站前排的也不是没有，比如五子队就是其中之一，这些都不是我们能控制的，所以随意就好。目前已经是最终属性的时代，普通的增减伤其实也没有很重要，都只是拿战斗技能时顺手拿的附属品而已。好的战斗技能通常都只会给普通的属性，这好像已经成为惯例了。第二个战斗技能是兵器库的卿卿我心，技能效果是群雄逐鹿玩法中的增减伤提升 25%。很难想象这会是一个在最新一季山河中出现的战斗技能，倒也不是因为技能效果太差，只是效果平平，因为提供的只是普通的增减伤，而不是最终增减伤，而且使用范围又太窄，只在群雄逐鹿中生效，在天下会武就不生效了。一般这种群雄逐鹿增减伤的效果都会做成光环效果，就像这个寒芒如龙一样。光环效果即使不用装备也能生效，这样就不会强占一个位置，方便很多。所以这就是典型的，反正你为了拿大好山河都要抽，就随便再做个战斗技能给你就好了。后续有更好的命魂类战斗技能时，也不会有位置去放这些战斗技能，所以拿爽就好。卿卿我心底下的3个风物志，第一个是双运思月，提升的是普攻最终伤害增加和减免，各提升 8.5%。在当前的版本，这个带最终属性的普攻伤害增加和减免可是非常吃香的。无论你是玩五子队的，还是想抵抗五子队的，都会需要这个风物志。第二个风物志是碧波宣和善，提升的是怒攻最终伤害增加和减免，各提升 4.5%。普攻最终伤害增加减免和怒攻最终伤害增加减免配在一起卖，好像也不是第一次了。总之，这些带最终属性的绝对不嫌多。这2个风物志也是这个卡包能提供的最好的属性了。第3个风物志是乌夜提灯，
提升的属性和九州风华录是一样的，都是对全体武将的伤害增加和减免，各提升13%。整体来说，第13季的卡包万壑蒸馏是一包很值得抽取的战斗技能卡包，这个大家要记好了。等你把那些基础的怒气和龙魂风物质都抽好后，就可以来安排拿大好山河这个战斗技能了。新手记得先记录起来，以后才不会忘记。既然有重要的战斗技能在，这也代表这一季的山河战令是很值得氪金的。有自选帮你解决最后差的几个，才不会抽到吐血。最后来说一说本季山河有哪些比较值得推荐抽取的卡包。流风回血有怒气风物质，还没有5星的可以先安排抽满。长黎明霄是个针对职业提升的带最终属性的卡包，等重要的战斗技能和风物质都满了后，就可以安排。服鸾暖翠是个性价比很高的属性和战斗技能卡包，很推荐抽取。南蛮意境会在敌方武将被击退时，为我方攻击最高的武将恢复1000点怒气，这是个需要5星才能用的战斗技能。还有一个战斗技能是大发明家，会使怒攻造成的最终伤害降低40%，来换取普攻造成的最终伤害提升40%。这是普攻队专用的战斗技能，比如五子队就可以使用。不过因为老卡包的战斗技能都是分开2包放的，所以抽起来会比较麻烦就是了。接着是风月无边，也是个性价比非常高，非常值得抽取的一个属性和战斗技能卡包。里面的2个战斗技能，安居乐业和千军万马都是很好用的战斗技能。最难得的还是，这是个后期的卡包，只抽1个卡包就可以拿到2个好用战斗技能，简直超值。冤亲玉洁，这是前面提到的南蛮意境和大发明家的下半部卡包。破晓而生有2个优先度不高的老战斗技能，灿若星辰，可以在第3回合后使一定次数的护盾和治疗无效化，偶尔在打护盾多的魔窟可用。聚荣并蓄，法正专用的战斗技能，需要5星才能用。风举云摇是龙魂技伤害相关的卡包。阳和启折是初始怒气风物质相关的卡包。皎如日星也是个龙魂技伤害相关的卡包。在抽取顺序上，先解决所有初始怒气相关的风物质，然后在龙魂风物质上至少要将诸宫贝阙抽满，然后才来安排战斗技能，之后才是属性卡包。以战斗技能的重要程度来排序，本季的大好山河是最重要的，其次是风月无边。落书令不多的玩家，这个赛季可以先留着，等下个赛季才回来抽万壑蒸馏卡包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